说话硬，腰杆硬。他身上那股狠劲儿，我自己是特喜欢的。萧铎就他怎么着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一个男的，只要撩就管用。谈恋爱的小妙招，哄媳妇儿的小妙招，就是成年人的恋爱那个啥嘛，就是很直接啊。看的时候介意带上救心丸看。神巨亮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王鹤棣，在浮屠缘中饰演萧铎。当初拿到浮屠缘剧本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呀？是这个角色的立体感。首先，它的色彩化，它这个宦官的身份，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些隐忍啊、恩怨情仇、人情世故啥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立体丰满的一个角色。那你眼中的萧铎是个怎样的人物呢？我眼中的萧铎是一个有一片赤子之心，但是又能够背负一些责任与不公在身上的一个这样的人。他身上那股狠劲儿，我自己是特喜欢的，就那种腹黑的那一面的，就是从角色出发点，因为他的那个职业，所以必须得具备的这种腹黑感的东西，我觉得是剧本首先就建立了很扎实的一个出发点了，所以我在饰演的时候，其实还是就很快的就有找到这个状态。萧铎是个权倾朝野的招定司掌印，也非常的霸气。你觉得他身上的霸气是属于哪一种呢？说话硬，腰杆硬，他的执行力和他的能力就是足够让他有这份霸气。其实很多的其实是眼神，他的那个姿态，就是他眼神肯定是很厉的，他有时候会有一些不怒自威，或者说就是凌厉的这种眼神嘛。萧铎这个角色的身份很特殊，但你演绎的版本会给人一种刚柔并济的感觉。但是你有在这部分做一些自己的调整吗？其实这个是我在进入到浮屠缘剧组之前一直在思考和一直在做功课的一个事儿，就是觉得，演这种大家就是常规意义上认知的这种宦官，就是我对这个也不擅长。气质上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我可能比较外放，比较刚一点那种，所以去呈现这种需要有阴柔风的这种角色的时候，对我自己来说还是一个蛮有压力的事儿的。但是后来也是我一个朋友给我提的一个意见和一个方法。其实，在演萧铎这个角色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阴柔的那个劲儿理解为讲究，就是他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人，他不一定说非得是说话要夹着声音啊，姿态上一定要是那种就是兰花指啊这种，很多时候有去参考那种西装暴徒，就那种就特讲究。就萧铎他就其实是参考了这个，他整理的衣服啊，他爱干净啊，讲卫生啊，反正就这种很多的这种设计，其实是为了呈现他这个角色，就是算是一条令皮心境吧。那你觉得萧铎在宫中的生存之道是什么呢？隐忍，然后雷厉风行，办事狠，识时务，讨上级领导开心。我觉得就是他心里面有一个执念和一个不得不去完成的任务，就是给他弟弟报仇嘛。所以他有这份信念感在，我觉得就是支撑他在一步一步的往上去爬，去追求更高的权利，他才能有这个机会去替自己的弟弟报仇嘛。那萧铎在面对荣安皇后和慕容高拱时，分别是什么态度呀？荣安皇后的话，其实就是萧铎一直以来就一个战略合作伙伴，然后跟慕容高拱其实就是一开始是这种利用关系，然后到后来变成一个对抗关系。一开始是他拿捏慕容高拱嘛，是作为他自己权谋上的一个工具棋子这种，但后来有点玩脱了，到后来就是我的一个隐患。这次剧中有很多打戏，你觉得萧铎的特殊技能是什么？萧铎玩的是双刀嘛，然后萧铎就是打戏有个很标志性的，就是他那个贴地跑步滑行那个就是我为了那招其实就是还练了蛮久的，就是因为他是要考一个核心和一根威亚，就一根绳绑在腰上，然后你要绷着那个劲儿，然后贴地跑那种。回看自己的打戏，有没有哪个镜头觉得自己帅爆了？有，就是后面也是一场打戏的那种镜头，玩一把单刀，因为我自己其实比较擅长的是就是用一把刀，用那种长刀，然后那场戏我是强烈要求动作导演，就是说这场戏我们换一把武器打。那场打戏我整体下来我自己还挺沉浸在里面，挺嗨在里面的。从萧铎的角度来看，步英楼和他的关系有着怎样的转变呢？一开始可能是互相抱有目的性的，就是对彼此都是有利用关系，到后来是两人的有趣的这种碰撞，让两人对彼此有了一些联系，
然后再到后来两人敞开心扉，互相托付秘密这种，然后再变成彼此信赖，然后彼此共同面对所有的困境、所有的挑战，就是到后来就是一个彼此信任、彼此托付的这种关系，托付的这种关系。剧中哪个事件能明显体现出萧铎对步英楼的感情有变化？应该是那场就是在船上遇到水寇过后，步英楼就是舍命救我，然后逃难到那个小破房子里面的时候，我觉得那段时间是两个人就是快速升华情感的一个阶段。那你认为萧铎是什么时候爱上步英楼的？就是他在那儿夸夸撞树，为了逗我开心那会儿，就是你看萧铎他一路走来，其实没有太多的人在替他考虑，在替他着想这些东西，然后突然出现的步英楼，他当下最在意的点就是你现在不开心了，然后，我想想招儿让你开心这一下，那一下是有戳到萧铎，让温暖到萧铎的，那一下是一个情感的开始。剧中步英楼一直在撩萧铎，你觉得他的哪招对萧铎是受用的？我觉得都挺撩萧铎的，就是萧铎就他怎么着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一个男的，也就是在宫中隐忍那么久，然后突然出现个步英楼主动撩他，我觉得就是只要撩就管用。步英楼有的时候会对萧铎大放厥词，你觉得当下萧铎的内心 OS 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两个人打情骂俏的小套路嘛，我觉得就是成年人的恋爱那个啥嘛，就是很直接啊。剧中萧铎和步英楼有很多很戳人的互动，你觉得哪个画面会让人非常心动呀？就是他下马车的时候，然后我故意用手背，然后转成了那个手心去牵他手那一下。下面请分别说出以下物件对萧铎的意义。等活，一个事业上的伙伴，帮助自己打天下的一个伙伴，也是一个自己很多年通过努力去获得的一个身份的象征。统戒，解压神器，因为在我这儿更多是那种就思考的时候啊，一个非常习惯性的就是要去转它的一个重要的解压神器。金鱼指渊，金鱼指渊我是定情信物，飞云履，这个就比较更加意义深刻的定情信物了。等换一下，就是现在全世界最限量、最珍贵的顶级球鞋。辣子鸡，谈恋爱的小妙招，哄媳妇儿的小妙招。如果用两个动物来形容萧铎和步英楼的话，你会用什么动物呢？叫做哈士奇。步英楼小兔子，就是他的自己搞事业的时候，就是又有那种狼性在，但是在步英楼那儿，他就是又掰回那种就是挺二哈的那种性质在的，就是一个狼和二哈的结合吧。就哈士奇嘛，而且还有一个设定是，我们在剧组管我们仨叫招定三傻，然后我们三傻就正好对应就是3个雪橇犬，然后我在剧组的时候就是哈士奇，然后王栎鑫是那个三窝耶，七郎是那个阿拉斯加。剧播出前，网上有个梗叫做98年的王鹤棣给89年的王栎鑫当干爹，所以这次演干爹的时候是不是很爽？还是挺爽的吧，有那么一点点小爽吧。说是干爹，其实在戏里面更多的也就是兄弟情。只是说有这个干爹的设定，前期大家看起来会比较有趣。这次和玉琪合作感觉如何呀？就是感受是陈老师很专业，一起演的时候彼此就是沟通起来会更加顺畅吧，就在那个过程中比较是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然后也是一个比较高效的氛围。之前玉琪有爆料说你在西蜀那段说四川话的戏份，你直接放飞了，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呀？因为是在西蜀嘛，现场的演员们包括雨琦都是说的四川话，然后当时我是实在憋